好，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何静涵说八卦拳，不说八卦，只说拳。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八卦拳系统里面单换掌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么单换掌的锻炼从一开始从小孩子开始。为什么我们讲练武或很多东西要从小练练到大概最多到25岁，最多到30岁或者时间不够到个18岁、20岁，但是你要从小如果能从5、6岁、7、8岁练是最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段时间这个人他是在塑形的阶段，塑形的阶段他的新陈代谢快他的身心都在成长中，所以他每天做的一些锻炼或者他每天接受到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思想的内容、价值观等等，都随着他的身心的成长就是变化，随着新陈代谢而建立在他的身心当中，是不知不觉的建立的，就好像吃饭一样吃饭长肉、长骨、长筋脉、长大了。我们吃的东西是慢慢的渗透到、结合到我们成长中不断新陈代谢的细胞、组织、器官里去的。所以，如果是从小练的东西，一直到长成了我们到，比方讲20岁，最晚到25岁。这个人停止成长了30岁开始慢慢老化了。如果是这样的过程的话，他到25岁的时候，他小时候练的东西不知不觉的就结合在他身心之内了，这是真正属于他的值就变成这个值了，不会改了，也不会掉这个是从小练的一个优点。那我们如果成长之后已经定型了身心都定型了，这个时候的改变就比较慢这个时候的锻炼要跟自己的身心的习惯、思想的那些惯性来做对抗那么这个就比较难，常常是进3步退两步所以如果是成年以后去学一个东西、练一个东西，你必须每天的做每天的做才能去慢慢改变掉以前的习性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要有大的成就，老实讲，要有大的成就有点难所以都需要，你看武侠小说都需要吃个人参果吃个什么仙丹什么的来转化它的值这个是开玩笑的，但是含义是这个样子。所以八卦拳在练这个单换掌气与力的时候是从小也是有跑跳站桩八卦的桩分成3个桩就是一般的都有的，起码因为它是用2条腿的重心的变化来分的一个骑马步重心在中间，弓箭步重心在前面偏前面，
含基部、重心偏后面就这三个基本桩，从静桩到跳桩到走桩到动桩，然后中间练一些其他的小功，到结构养成了之后，开始上圈，开始走掌。走掌是八卦拳很特殊的一个练法，它是循环无端的，在单换掌的阶段，单换掌跟双换掌都是常常用走圈，就是用走掌的方式来练的。它像什么？它像你做菜的时候你的小火慢炖。我刚才讲了很多东西的养成，它是逐渐的，身体的变化、新陈代谢也是逐渐的，所以逐渐养成的东西，我在前面说过，武这个东西它当初是给贵族来训练贵族的领导人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它不用什么，它不用激烈的激进的方式来锻炼它，而是用逐渐的方式，这也就是说表示了什么？表示当初设计这个的，它的前提是这个人他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来培育。好像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它是假设我们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来接受教育，所以规划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起码到大学，它假设你在20岁以前，你的生活是稳定的，你可以接受一个有计划的教育。好，八卦拳的系统也是以这个为想定的，所以它很多的训练，它真正的训练是慢的，小火慢蹲的方式在做的，所以单换掌的基本式，走掌的时候，单换掌的基本式就是这个式，单换掌的基本式就是这个走，以这个式在走，所以以这个式在走的时候，当然它有它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根据它单换掌的要领，根据单换掌的要领而产生的。那真正技术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就不谈，所以这个是它单换掌的阶段。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只学打斗、防身自卫的话，练八卦，单换掌阶段就够了，因为他练到了全身气与力，后面谈到还可以把筋骨的东西放到这个里面练。以打斗来讲，练八卦拳单换掌就足够了，所以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以打斗为主的，因为在动荡的时代，人们对武术的需求是以防身自卫为主的，没有那个时间去慢慢的炖，去慢慢的培育，所以一般都学应用，学应用。在动荡的时代，我们师生相处能够相处多久不知道，所以一般都是只练单换掌的部分就够了，这个也是为什么八卦拳或者有的叫八卦掌，从第2代开始就有这么大的区别的原因之一。
还有顺便提一下，刚才讲到第几代嘛，因为我们是把董海川祖师爷当做第一代，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系统你了解了以后这个当然不是我创的，我没有那个本事，也不是我师父，更不是宫保田祖师，我认为也更不是董海川祖师创的，这是出于道门的东西，这是出于道门的东西，只是他隐晦了他的失传他从跟谁学的，隐晦了。虽然有传说九华山什么的可是那个遇到道士的名字也都是隐晦的所以我们认为董海川祖师爷是第一代，他不是创始人。那有些人呢，把董海川祖师当作创始人所以比方讲陈新华这一边算是第二代，算是第一代弟子而我们不认为董海川是创始人真正是由道门出来的，由董海川祖师爷把它发扬光大，把它带到世上来，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这是道门中的那些隐士常做的事情，从中国道门道家或者道教的一些故事当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他就找一个人，比方讲黄石公传张良，黄石公是谁？黄石公当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临时起的一个名字比方或者传灯这个道名传灯，因为我要传给你，所以你就叫我传灯好了。他们在道门里面基于自己的背景跟兴趣跟修养的过程，揣摩出一个东西来，或者建立出一个东西来他觉得时候到了，碰到适当的人，他就交给这个人回到城市去实践它这就好像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做出一个东西来了，做出一个原型的东西，一个 prototype 的东西来怎么办？然后就找到适合的商家，把它市场化、商品化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如我想的那个样子，可以让大家接受，实用性。道门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八卦拳甚至太极拳也是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是讲到单换掌的部分一个题外话好，单换掌的部分呢，基本上它的含义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谈双换掌，所以下次见，谢谢。